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股論金。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經濟數據公布了，按照不變價格計算 ，GDP 同比增長了5%，實現了開門紅。但是在各種影音平台上，大家卻能不時地刷到這樣的視頻。2026年1月初，我失業了，賠償金賠了18000。2月初，我對象失業了。兄弟們，今天真的活不下去了。今天已经失業第85天了，又是找工作的一天，也沒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家人們根本找不到工作呀，辛辛苦苦讀了個985研究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北京的職場就業率現在是1比10萬，就是你舒舒服服抹着小紅嘴巴在辦公室一待，就那一個崗位是10萬個人競爭。儘管媒體上一片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但是這樣的哭訴視頻大家不時都能刷到。那這顯然不是 GDP 增長5%，城鎮調查失業率僅有5.4%應該有的體感，是吧？你看，在間隔的2個月，小兩口雙雙失業，985名牌高校的畢業生長時間找不到工作，還有那種收入既穩定又清閒的工作崗位，在北京有大批人競爭，1比10萬啊，這聽起來的確誇張，但是最起碼反映了這類崗位受歡迎的程度。那麼請問，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到底是多少呢？這是探索2026年中國經濟現狀的時候最需要緊迫回答的一個問題。反映民生狀況2個指標最為重要，一個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另外一個就是失業率嘛。物價這個問題咱們以後另開一篇來說，今天關注失業問題。那麼請大家在留言當中談一下您的體感，你覺得你身邊的失業率應該是多少？我這兒給一個從最保守到最激進的估計範圍。最保守的數字呢，當然就是国家統計局所發表的2026年第一季度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是5.3%，聲稱調查方法完全遵循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就是隨機抽取16歲以上的城鎮居民，一個月抽取34萬戶來調查他們的就業狀況。那平均每個月5.3%的失業率，它意味着什麼呢？這其實就是所謂自然失業率當中比較高的水準，也就是說呢，它可能高那麼一點，但是經濟在平穩運行，還有潛在的產出，並沒有陷入衰退。5.3%的失業率還是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那這個數字我相信我的觀眾當中沒有人會信的。但是另外一個很激進的估計呢，聽起來也挺嚇人，說中國全國的真實失業率已經逼近了40%，接近40%。那從5%到40%，大家覺得哪一個更扯一些呢？關於中國全國的真實失業率是從30%到40%，有怎樣的出處呢？比如今年3月份，台灣民事新聞的一則報道，採訪了湖南省統計局的一個工作人員，就是提出這樣的估計。還有一些海外智庫和分析人士也是做類似的估計。尤其今年又有1200多萬應屆大學畢業生，青年就業狀況非常的慘。台灣學者陳立甫在今年3月份接受自由亞洲採訪的時候說，今年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達到70%都有可能。某些案例表現出來更加極端，比如2025年上海某外國語學院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多少？才7.69%，100個學生當中找到工作的還不到8個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達到了90%以上，那聽起來真的是非常嚇人。當然外國語學院的情況它極端一些，是由於外資撤出和 AI 發展雙重打擊，導致中國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暴跌。但是它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中國青年的整體就業狀況非常慘嘛。不管怎麼說，人家是受了大學本科教育的，哪怕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暴跌，但是你基本素質在嘛，你在別的专業也能找到工作嘛。可是这個學校畢業生的真實就業率連10%都不到。在國際經合組織國家也就是 OECD 國家當中，青年失業率通常是社會總體失業率的2倍出頭最近的數據是2.1倍。那麼如果2026年中國的青年失業率能達到70%以上，那大家想想，你簡單倒推回來的話，那社會總体失業率不就30%幾衝着40%去了嗎？如果光從數字上看，官方的失業率是低到令人難以置信，而激進的估計又高到令人難以置信。那真相是什麼呢？很可能並不是在這2個數字當中選一個，而是更加趨近哪一個的問題。
這2個極端的差異，關鍵是在於你把哪種情況算作失業，有沒有包括2類人群。第一是中國的農民，第二是所謂的靈活就業人群。再重複一遍啊，你有没有把这2類人包括进失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隐性失業。第一是中国農民，第二是所謂的灵活就業人群。你把这2類人塞进去还是抽出來，那個結果就大不一樣了。咱們由粗到細來做個推理啊，5%和40%這2個極端，它們之間的中間點是 22.5%。那這個數字作為失業率來講已經高到嚇人了。我們拉一條 X 坐標軸，那你認為真相是落在這個中間點的右邊衝着 40% 去呢，還是落在它的左邊呢？這個事兒啊，還真的有人做過硬核的研究，咱們可以做參照。就是2008年底，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香全教授有一個估計，他認為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統計標準，把城鄉人口都包括進去算的話，那麼2008年那一年，中國的失業率數字是 24%， 甚至到 27%。他當時是在談金融危机對中國經濟衝擊的時候談到這個失業率數字的，也就是說2008年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就已經大於 22.5% 了。那為什麼曾香全教授說中國的統計方法和國際通行的不一樣呢？因為中國搞的是城鎮失業調查統計，他就沒有把農民包括在內。農民因為有村委會分配的土地，從名義上講他們占有生產資料，所以他們的勞動關係不是僱傭勞動關係，也就沒有失業的問題，也就不在失業調查的範圍之內。聽起來中國農民好像還有某種優越地位啊，好像還挺美好的。實際上他們很慘，非常的貧窮。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得背井離鄉去城裡打工，那為什麼進城打工的這部分農民也不納入失業調查呢？因為在2018年調查方法改革以前，調查對象完全是依據戶籍，他們的戶籍不在工作當地嘛，所以抽樣調查也抽不到他們頭上來。2018年改革以後，抽樣是依據居委會的底冊，只反映常住人口，流動性大的又擠合租屋的農民工也不涵蓋。於是中國這7億多農民啊，適齡勞動人口這是5點多億啊，絕大多數不在失業調查的範圍之內。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了解自己所生活的這個國家基本國情的。這個國家有1半多的人不在最重要的民生統計範圍之內。農民不僅沒有失業這一說啊，甚至沒有退休這一說。農民雖然有法律上的土地使用權，但是他們並不擁有土地，所以他們還沒有破產這一說。因為那法律上都不是你的產嘛，你就沒法破，所以他們既沒有辦法失業，也沒有辦法破產，也沒有辦法退休啊。針對自己國家的主體人群曠古絕今，我都沒有見過這麼邪惡的制度，制不仁也。那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制度是2014年才推開的，現在聲稱覆蓋了5億多人，也是現有養老體系裡面最低的一級。基礎養老金每個月發放標準是163元人民幣。你沒聽錯，一個月也就160幾塊錢，2025年才剛剛漲了20塊錢，還被當作一個了不得的成就，到處敲鑼報喜呢。關於養老制度是另外一篇，因為也和戶籍有關，所以今天順帶提到。今天的重點是說失業，中國的農民和農民工都不在失業的調查範圍之內。曾香全的估計是2008年中國全國的失業率至少是 24%， 那個時候還沒有大學生就業難，也沒有房地產業暴雷。相反，那個時候正好是中國房地產業大爆發的前夜，而且國有企業的轉型也基本完成了，外資正在大舉湧入。總之，還沒有今天拉高城鎮失業率的那些因素。受到金融危機衝擊最大的其實就是外貿行業啊，可是那一年真實失業率都到了 24%。那麼今天說中國全國的失業率已經超過了 30%， 聽起來似乎就不那麼離譜了，是吧？咱們講數字問題就比較枯燥燒腦，那就說點實在的。大家為什麼經常會看到有一種說法，說失業率逼近 30% 就是對社會的極端壓力測試了呢？大家請想一下啊，如果這個社會上有1/3的人都沒有收入來源，那是個怎樣的景象？首先是消費銳減，社會的經濟循環被打斷，金融和財政體系都撐不下去。在工業化國家裡面，目前錄得的最高失業率就是1932年至1933年的德國，失業率是達到了 30% 多。在大蕭條時代啊，其實那個時候歐美工業化國家失業率都很高，美國也高達 25%， 大家都慘得差不多。但是德國尤其的慘，那是由於它有戰爭賠款的壓力。
一次大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嘛，有那個凡爾賽合約對他施加的沉重的戰爭賠款的約束，所以他戰爭中的人口損失、經濟破壞都來不及得到修復，又碰上了大蕭條，那當然是雪上加霜。當時德國的家庭大批流落街頭，因為沒有了工作，也交不起房租，就失去了住所嘛，只能靠排隊領取救濟食物過活。政府的管制也漸漸失效了，因為連公務員和警察發工資都困難了。絕望和混亂推動了政治上的大動盪，促進了納粹的崛起，導致一戰以後那個魏瑪共和國垮台。請大家注意失業率超過30%，它在工業社會就不是什麼萬眾一心，大家吃草3年扛一下就能過去的問題，因為它還會造成勞動力結構的長期損害。因為那些年長者憑着他們的經驗和技能的積累，通常在危機當中受到的衝擊會小一些，裁員最後才會裁到他們。但是隨着他們的老去，他们的技能也会过时。可是年輕人長時間找不到工作，他就沒有辦法進入職場積累經驗和技能了，他們也就沒有辦法成為產業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熟練工和經理人。那麼勞動力就會出現巨大的斷層。未來資本看到這個情況，你這兒勞動力條件不具備，那人家也不來投資，所以就會把未來復甦的門檻越拉越高。而現在中國就是這個情況，2位數以上的青年失業率已經持續了至少5年了，在疫情沒有結束之前就開始了，已經超過了一個大學本科教育的週期了。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呢，還要再持續下去。當年為了逃避就業去考研的，後來又考博，現在連博士都要畢業了，那怎麼樣都沒有辦法躲開，都得進入職業市場了。所以這種長時間的高青年失業率對於中國勞動力結構的長遠傷害正在顯現。但是呢，也得打個補丁，當代也有一些長時間失業率很高的國家，它亂肯定是亂，但是呢也沒有馬上崩潰，所以中國也不一定馬上就崩潰。為什麼呢？這裡賣個關子，我們最後會談到。我們還是先來估計一下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前面講的是農民，是中國的一個隱形失業大戶，另外還有一個隱形失業大戶，就是當局口中的靈活就業人群。按照中國的統計標準呢，是1個星期工作1個小時也算你有工作。由於門檻低，就劃拉進來了許許多多的就業人群，於是就有了2億靈活就業人口這一說。其實從標準上來看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也都是這麼算的，是把調查當周之內，你的有薪工作超過1個小時，這就算你有工作。其實這也是知識型小粉紅反駁的要點，你不能凡事都黑中國也得說說歐美。從這一點上來講，他們並沒有講錯，但是小粉紅常犯的毛病就是一句話只看前半句，扔掉後半句。歐美日這些國家是不假，他們也是把有薪工作1個星期1個小時，就算你有工作。但是呢，人家對不充分就業有另外的統計，他們有專門另外一套指標去衡量社會上的勞動力閒置狀況。比如美國勞工局就會定期發布從 U1 到 U6 個指標，大家看到的官方失業率3月份 4.3%， 那是 U3， 越往下失業的口徑越寬。U6 就是雖然滿足了1個星期工作1個小時的標準，但是呢，想找全職工作找不到的人， U6 通常會比 U3 高1倍左右。歐盟也有勞動力市場鬆弛度指標也是一個意思。我們要打破這樣一個成見就是統計它要達成的目標，它其實並不是要反映你有工作或者沒工作，而是要反映你的生活實際狀況是什麼樣。那在就業這個問題上，怎樣才反映了你的生活實際狀況呢？那就不是你就業還是失業這種2者擇一的問題，而是一個有等級有梯次的問題。從你完全失業收入是0，到你不充分就業能夠打零工有點收入但是不夠花，再到充分就業，是這樣一個有等級的問題。政府掌握了人群在各個梯次的分布，那麼它制定利率政策和制定福利政策的時候才有依據嘛。但是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就業分級體系，一個靈活就業大而化之，就把所有人都劃了進來了。政府要追求的是自己的成績好看我的這個就業率你看還是接近充分就業的，儘管這個經濟大環境不理想，我這兒還是欣欣向榮的。他的這個統計目的呢，是要粉飾太平，同時要回避政府應該承擔的救濟社會的責任
啊，你都灵活就業了，那当然也就不用搞什么福利了嘛。他回避分级就業这个统计体系，不是他没有这个统计能力，不是他没有这个执政能力。大家回想一下疫情期间，他把什么密接、半密接，还有普通接触、时空伴随者，能够给你分出 N 个风險等級出來。你說他調查不出來全國的真實失業率嗎？人家就是不做而已。所以中共搞的這個統計，它的出發點和目的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不一樣。它並不是要披露真相，反而是要掩蓋真相。他給的數據呢，我們當然也是要解讀的，但是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基本行為邏輯。他那邊是有立場的發，你這邊呢也得有立場的解讀。中國呢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就業的分類統計，有一個全國範圍內的大類別就是青年失業率，針對的是16到24歲這個人群。它主要也是為了因應應屆大學畢業生找不着工作這個現實問題而來的。但是就這個數字它都發得扭扭捏捏。2023年8月份，國家統計局一度停止發布青年失業率，在2024年才恢復。我們在分析失業率數字的時候也要提到它有一個天然的陷阱，就是再科學的統計也會有數字好看體感很差的問題，也就是就業還是失業，它其實都是在勞動參與人群這個池子裡說的。如果你年滿16歲又沒到退休年齡，可是你退出了勞動力這個池子你上學去了，或者是回家帶娃去了，或者是啃老長年累月的不找工作，又或者是躺平，靠你的積蓄，靠你一點房租股息來生活，對付個飽就行，你都是退出勞動了，不在那個失業調查的範圍之內。比如美國勞工局對於失業人口的標準是3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第一，是在調查的當週之內，你沒有任何有薪的工作，1個小時的有薪工作都不能有。第二呢，是過去4週之內，你得至少有1次實質的找工作的行為不管是投簡歷、參加面試還是聯繫雇主都算。第三，就是如果有一份工作你能夠馬上去幹，得是滿足這3個條件的失業人口，再除以勞動參與總人口才是那個失業率。那說到中國，問題就來了，請問躺平青年他算不算失業人口呢？這個問題可能有點複雜，它有標準重疊的問題。有的躺平青年他不算是7×24小時永遠躺平，他有可能憑愛好接點散活，這樣他會被納入靈活就業人口。除去了重疊這一部分，應該是有一部分人是長期退出了勞動力市場的，但是他們不是主動退出的，而是就業機會太少太捲，他們不想那麼拼退出的。就先啃老或者吃老本，進入低慾望的冬眠狀態，挺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這部分人既不算失業人口，甚至也不算勞動力人口，他們本質上找不到工作，卻被統計剔除，失業率就會看起來比實際的低。另外還有一些人是處於失業的灰色狀態比如有的企業員工他處於減薪待崗的狀態，企業呢也是半關門，所以他們有2/3的時間沒活幹，就算1/3就業。所以在學界一直有一種觀點叫做等效折算，就是把那些不充分就業給合併起來，3個1/3就業的人，那就合成一個全職就業的人。那過去呢，這3個人儘管是大部分時間沒活幹，也算就業，那現在只折算成1個了嘛，所以廣義失業率自然這麼算也會提高。總結一下，國家統計局說，中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出頭。如果按照學界比較溫和的那種等效折算的口徑呢，通常這種口徑下的廣義失業人口會比國家統計局的高2到3倍，也就是失業率是10%到15%。但是如果更激進一些，把靈活就業人群、失業的農民工還有躺平青年全都算進去的話，這個廣義失業率就會高得嚇人，可能會到40%。最後我們來回答一個問題，經常講這個社會的失業率達到了30%，就是對社會的極端壓力測試了。那是不是過了這條警戒線，這個國家立刻就會崩潰呢？其實答案是不一定。比如南非近年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按照前面所說的那種等效折算的廣義失業率呢，也達到了40%。這個國家肯定是亂得一塌糊塗了這個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非常糟糕。自殺率和犯罪率都非常高，連電力供應都緊張。可是南非為啥還沒崩潰呢？這是比較值得細品的一個現象。南非它曾經是中等國家裡面非常接近發達國家的一個。在1990年代結束種族隔離之前，它那個前政府其實已經留下了一套比較完備的福利體系了。1994年曼德拉當總統以後呢，就擴展了這個福利體系，兒童補助金和養老金擴展到了全民。以前呢，主要是白人享受的。南非的這個養老金，它的財源呢和中國不一樣。
它主要是靠礦業和金融業提供資金支持的，所以它的供給一直比較穩定。它不是這些上班族靠你上班繳費來供養的養老基金，它是靠政府稅收養起來的，是非繳費型基金。否則的話，那麼高的失業率，那誰還供這個養老保險？早就斷供，那養老基金早就破產了。所以南非這個稅收供養型的社保體系，它起到了比較好的兜底作用，經常是一家幾個人吃一個人的補助，也就避免了斷糧食的危機。說到一家子啃一個人，又得說到南非的家庭結構了。非洲人這種部落制的殘餘，在這裡反而成了積極因素了。親戚之間有強烈的互助傳統啊，農村和城市之間也有回流，在城市混不下去的人投靠農村的親戚，只要這個種地的親戚鍋裡有一口飯，就能保證你碗裡有一口，就能讓你不餓死。另外要強調一點，失業這個東西對於越是工業化徹底的國家傷害越大啊。南非在非洲國家當中算是工業化比較強的，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它的支柱是礦業，另外有一些化工和制造業，不像中國制造業門類這麼齊全。所以相对來說呢，它受到失業的衝擊會小一點啊。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嗎？叫做手裡有糧，心中不慌。你能夠回家種地，你受失業的衝擊就會小一些。有沒有生產資料差異還是很大的。像失業率達到30%，對於德國這樣的國家，那就是毀滅性的，傷害就會比對南非大得多。中國的情況是，兜底的社會保障不如南非，傳統家庭也被破壞得更加徹底，這個親情的互助啊，也沒有南非好。但是呢，中國也有一些出路。首先，對於隱性失業大軍來講，農民工返鄉多少算是一個出路，它不至於馬上陷入斷糧的危機。而且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呢，比南非也要發達一些，就是擺攤送外賣、跑網約車之類的。因為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支持這類經濟活動的繁榮啊，有高速互聯網，資訊平台也嵌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嘛。南非這方面的條件不如中國。中國而且還有一個南非沒有的特殊情況，就是國土廣大再加上信息封鎖，就造成了信息的不對稱。為什麼這個信息封鎖也能夠對沖失業率高的影響呢？因為它能夠延緩對有限資源的擠兌。什麼意思呢？比如說啊，咱們節目當中說了幾次了，今年春耕期間的農資漲價，夏秋之後會反映到食品價格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多囤點方便面抗通脹。但是不管我这怎麼說啊，能夠看到咱們節目的是少數，能夠拿去傳播的也是少數，所以多數人是看不到的。所以不管我這怎麼煽乎，並不會真的造成人們都去囤泡面，從而全國泡面漲價的情況。另外呢，雖然不時的有金融暴雷，但是當局一手封鎖消息，另外一手呢又拆東牆補西牆，又搞什麼置換存量地方債，一通花操作下來，人們也不會感到自己的錢馬上就有被蒸發的危險，所以也不會馬上去銀行擠兌。這都是通過信息封鎖的手段延緩了對有限資源的擠兌。當然呢，結果也就是延緩，它並不是真的化解。反應再遲鈍的人，最終他也會感到環境的變化。總的來說呢，失業率如果長時間維持在30%以上，這已經不是政策調整能夠解決的問題，這個社會得做根本的改造才能解決。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啊！在文昭談古論今這個頻道，咱們下次再見呢，就是下個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